美伊谈判桌还没散，轰炸机已经到位，中东正逼近临界点。从前线到后方，乌克兰对俄本土发起系统性打击。6.9亿美元到账，乌克兰财政与社会体系仍在运转。欧盟第20轮制裁出炉，全面封锁俄罗斯能源出口。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2月8日 ，X 平台账号中立打击披露，2月7日，11架美国空军 C-17环球霸王战略运输机从美国本土军事设施起飞，直飞中东美军基地，运送的不是人道物资，而是防空系统部件和弹药。这是准备打仗的配置，不是谈判的配置。而就在同一天 ，X 平台多个账号披露，美军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已经抵达或增派至卡达乌代德空军基地，多架 B-52当天降落。这是美军在中东极不常规的动作。此前，2月6日，美国与伊朗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了数小时的间接会谈，斡旋者是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本·哈马德·布赛迪。美方阵容极不寻常，包括白宫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以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将。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空军1号上公开表示谈判进展顺利，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并确认下周初将进行新一轮会谈。但几乎同时，另一条信息被曝光，伊朗拒绝美国要求其停止境内铀浓缩。一位听取了德黑兰方面简报的地区外交官周五透露，尽管伊朗在境内进行铀浓缩的权利问题上毫不妥协，但他愿意就浓缩铀的水平和纯度或建立一个区域联盟进行讨论。这位外交官补充说，德黑兰认为美国谈判代表似乎理解伊朗在铀浓缩问题上的立场，并且对德黑兰的要求表现出了灵活性。根据多方披露，特朗普政府向伊朗提出的核心要求包括：第一，彻底取消伊朗核计划；第二，完全停止铀浓缩，移除全部浓缩铀；第三，将导弹射程限制在300公里以内；第四，解散所谓什叶派轴心；第五，接受严格、真实、高质量的国际监督。而伊朗也已经画出2条红线：铀浓缩权利不可谈，导弹问题不可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谈判桌上双方几乎没有真正的重叠空间。截至目前，情况已经非常明确，美军并没有把希望完全压在谈判上。截至周六，已有112架美军 C-17运输机抵达或正在前往中东，另有17至18个航班正在执行途中任务。这不是象征性增兵，这是体系化、持续性的战前部署。更值得注意的是 ，F-22猛禽战斗机突然退出超级碗飞行表演。官方解释只有一句话：作战节奏加快 ，F-22被调去执行作战任务。从2025年6月美军对伊朗核设施的实际行动来看，美军模式已经非常成熟。F-22不会是主力轰炸机，但一定是第一批进入伊朗领空的飞机。他们的核心任务包括清扫空中威胁、护航 B-2隐形轰炸机、压制并诱导伊朗防空系统开火，用感测器和数据链引导后续打击。简单说一句， F-22的任务是先把天空洗干净，只要伊朗防空网被打开一个缺口，后续打击就会变成流程作业。目前美军在中东部署的海上力量包括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罗斯福号航母、多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以及多型巡航导弹平台。就在今天，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在中央司令部司令陪同下登上了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这次访问发生在谈判之后部署高峰之中，信号非常明确，外交如果失败，军事已经就位。伊朗方面 ，Fars 通讯社宣布，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已在新启用的地下基地部署霍拉姆沙赫尔4弹道导弹，射程2000公里，弹头1500公斤 ，SAP 约30米，外大气层16马赫，内大气层8马赫。伊朗将其定义为主动威慑的核心武器。
此外，以色列正准备推动一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硬的伊朗核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月11日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此次会谈的核心议题将是当前在阿曼斡旋下重启的美伊外交谈判。据以色列方面透露，内塔尼亚胡将明确要求，美伊任何可能达成的协议都不能只局限于核问题，而必须纳入更严苛的附加条款，其中包括：一是对伊朗导弹计划实施严格限制；二是要求伊朗停止对地区代理武装的支持。然而，从现实角度看，伊朗接受这些条件的可能性极低。在德黑兰看来，弹道导弹并非谈判筹码，而是国家常规军事威慑的核心支柱，用于应对来自以色列、美国、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其他地区对手的安全压力。伊朗方面普遍认为，一旦在导弹问题上让步，将在战略上陷入被动，甚至暴露于潜在军事打击之下。除非其对手在安全与制裁问题上做出对等让步，否则限制导弹几乎等同于自我削弱防御能力。正因如此，美伊谈判面临的障碍不仅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根本性的安全认知冲突。在这一背景下，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在谈判前，美国政府再次发布安全警告，敦促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朗，不要依赖美国政府协助撤离，应自行制定经陆路前往亚美尼亚或土耳其的计划。这不是外交辞令，这是战争前常见的标准流程。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美伊会不会谈判，而是如果谈判失败，战争会不会立刻开始。轰炸机已经就位，航母已经压上，导弹已经出库，中东正在逼近一个真正的临界点。2026年2月7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446天。过去几天，战局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乌克兰正在全面加大对俄罗斯的对等打击力度，而且目标不再局限于前线和克里米亚，而是直接打进俄罗斯本土。乌克兰使用导弹命中俄罗斯别尔哥罗德的卢奇火力发电厂，导致别尔哥罗德大部分地区停电，同时布良斯克有7个区域断电。列宁格勒州维堡区多个居民点因变电站遭袭击陷入停电状态。俄罗斯所谓的后方安全区正在被系统性撕开。黑海方向同样出现重大动静，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发生爆炸，确认是遭到乌克兰海军无人艇袭击。这意味着乌克兰已经具备持续威胁俄罗斯关键港口和能源运输节点的能力，能源设施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萨拉托夫州俄罗斯石油公司油库遭到袭击，具体损失仍在评估中。更关键的是，乌克兰总参谋部确认，位于阿斯特拉罕州卡普斯金亚尔训练场的一处中程弹道导弹维修技术设施遭到破坏，包括维修设备、装配车间和仓库。这一目标的意义非常明确，俄罗斯导弹体系的后勤和维护能力正在被直接削弱。乌军随后公布了更完整的打击清单，扎波罗热罗季夫卡的俄军仓库、集结点和无人机控制点遭到打击，别尔哥罗德的俄军集结点被命中，顿涅茨克的俄军维修站遭袭，尼古拉耶夫卡和波尔塔夫卡的无人机控制点被摧毁，同时还有一套多管火箭炮系统被击中。萨拉托夫州巴拉绍沃油库同样遭到袭击。此外，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的 FPV 无人机生产与训练中心在2月5日和6日夜间的空袭中成为重点目标。在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持续扩大打击规模，不断给俄罗斯造成新的损失。这已经不再是象征性反击，而是一套完整的针对后勤、能源和无人机体系的系统性打击。回到前线，苏梅方向，俄军继续在苏梅北部展开行动，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战况最为激烈，战争研究所确认，米尔诺赫拉德已经陷落。俄军正在加大对波克罗夫斯克北部、罗登斯克和格里申的攻击力度，激烈战斗仍在持续，但推进成本明显上升。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可能占领胡利亚伊波列，但无法向外快速扩大战果。与此同时，乌军第128旅在该方向俘虏了11名试图进入帕夫利夫卡的俄军士兵。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
俄军在科斯蒂安蒂尼夫卡德鲁日基夫卡战术区取得一定进展。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第43旅的无人机操作员成为战场关键力量，他们连续挡住俄军一波又一波进攻，在长达4个小时的战斗中，对俄军造成重大杀伤。当前情况下，俄军已经不敢再尝试分散渗透，在极端寒冷、通讯受限的战场环境中，一旦与大部队失联，几乎等同于必死无疑。利曼方向，俄军试图从南翼重新发起进攻，但遭到乌军第3军团的有力反击，进攻迅速被击溃。波克罗夫斯克战场，波城一线的俄军进攻节奏明显混乱，指挥与协同问题凸显。坚守铁路以北阵地的乌军压力明显减轻，并趁势成功收复佐洛蒂科洛迪亚兹，进一步稳固防线。与此同时，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2亚速旅在多波罗皮利亚方向取得重要战果，一次性俘虏俄军1个排，成为2026年以来单日俘虏人数最多的一次行动。第12旅随后让被俘俄军面对镜头讲述被俘经过，画面迅速传播。其中一名被俘俄军士兵供述称，他们有布莱德利战车，还有巴巴亚打无人机，我们被一步步逼入绝境。我曾向妈妈承诺，一定要活着回去。此外，乌军第128山地旅在新帕夫利夫卡方向同样取得战果，俘虏了11名试图从扎波罗热州进入新帕夫利夫卡，意图插旗造势的俄军士兵。该旅通报称，这些士兵试图伪造所谓俄军推进的视频内容，但行动尚未完成便被当场控制。而在哈尔科夫、博罗瓦、斯拉维扬斯克、赫尔松等多个方向，俄军依旧在进攻，但整体未取得突破。综合来看，前线依然处于拉锯状态，但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后方。乌克兰正在通过导弹、无人机和无人艇，把战争压力直接送回俄罗斯本土，能源设施、港口节点和导弹维护体系正在成为新的主战场。第1446天的俄乌战争已经进入消耗与反消耗并行的阶段。接下来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俄罗斯是否能够承受这种强度和频率的持续打击？2月6日，乌克兰财政部发布消息称，乌克兰财政部已与世界银行正式签署一项无偿赠款协议，资金总额为 6.91 亿美元，精确金额为 6.908 亿美元。这笔资金并非新增债务，而是直接来源于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由日本和加拿大提供，并将直接注入乌克兰国家普通预算，重点用于保障养老金发放、社会援助项目以及住房补贴等核心民生支出。乌克兰财政部表示，此次融资的核心目标是确保乌克兰公共支出的稳定运行，维持政府治理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的连续性。相关公共治理支持项目自2022年6月启动以来，已成为国际社会帮助乌克兰在战争条件下维持国家基本运转的重要机制。在这笔 6.908 亿美元的赠款中，日本政府提供了 5.44 亿美元，加拿大出资 1.46 亿美元，乌克兰和平捐助基金会补充了 0.08 亿美元。紧接着，乌克兰国家银行于2月7日发布报告称，截至2月1日，乌克兰外汇储备已增至577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央行预计从2027年起，外流的乌克兰难民将开始出现明显回流趋势。数据显示，在世界多国以及全球1600多万人持续援助下，尽管战争已持续4年，乌克兰经济依然保持稳定。战争爆发初期，美元对格里夫纳一度升至 41.56， 欧元对格里夫纳达到 47.65。而最新汇率显示，美元仍维持在 41.53 至 41.57 区间，欧元在 47.52 至 47.75 之间波动，整体保持高度稳定。与此同时，乌克兰居民的退休金和养老金已连续3年实现增长，社会保障体系并未因战争而崩溃。当战争进入持久战和消耗战阶段，真正决定胜负的，早已不仅是前线的炮火，而是国家财政、社会韧性与国际支持能力。谁会率先在消耗中败下阵来？答案其实已经越来越清晰。
欧洲正在对俄罗斯发起迄今为止最严厉的一轮能源与金融封锁。最新消息显示，欧盟第20轮对俄制裁方案已经准备就绪，并正式公布。当地时间2月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明确表示，新一轮制裁将全面禁止涉及俄罗斯石油的海运服务，这意味着此前的价格上限机制将被彻底取代。换句话说，不是限价，是封船。在能源领域，打击力度显著升级。欧盟将与7国集团协调，全面禁止俄罗斯石油的海上运输，并进一步扩大对所谓影子舰队的制裁范围。本轮新增43艘油轮被列入制裁清单，使受制裁的俄罗斯船只总数达到640艘。同时，欧盟还明确禁止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破冰船为俄罗斯提供任何服务。此前，欧盟理事会已正式批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全面禁令，目标是在2027年前彻底停止进口俄气。这意味着，无论是石油还是天然气，欧洲都已下定决心彻底斩断与莫斯科的能源纽带，出口与工业限制同样同步收紧。冯德莱恩表示，新的出口禁令将覆盖网络安全设备、橡胶制品、拖拉机零部件、金属、化学品、关键矿物、数控机床以及无线电设备等关键领域。仅这部分限制涉及金额就超过3.6亿欧元。金融制裁方面，力度同样空前。本轮制裁将20家俄罗斯地区性银行列入清单，同时还包括与加密货币相关的公司和平台，以及协助俄罗斯进行非法贸易的第三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欧盟方面表示，该方案预计将在2月24日前后正式实施，也就是俄乌战争爆发4周年之际。从整体来看，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并非突然加码，而是多年持续收紧的结果。尤其是过去1年，制裁节奏明显加快，政策方向愈发明确，不是施压，而是切断。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的战略变化并不止于经济领域。据《经济学人》披露，欧洲正在认真考虑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提升自身和威慑能力。相关构想将分2条线同时推进，一方面，英法2个拥核国家深化和合作；另一方面，德国和瑞典正在探索建立所谓的星号北欧联合和计划星号。此前，柏林方面已释放出与英法进行核共享的信号，这被视为欧洲防务战略发生根本转向的标志。现实正在迫使欧洲重新评估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程度。欧洲各国逐渐意识到，这种依赖已经不再绝对可靠。在同时承受来自美国与俄罗斯双重压力的背景下，欧洲开始加速打造独立的防务与安全体系，其中核威慑被视为不可回避的一环。而经历4年战争洗礼的乌克兰，正在被欧洲视为未来安全架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源封锁、金融制裁、防务转向，欧洲正在用行动表明，这不仅是一场对俄罗斯的制裁，更是一场关于自身战略独立的重塑。此外，2月6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对媒体表示，多家俄罗斯企业正在被委内瑞拉公开排挤甚至驱逐，而这一局面正是美国近期在委内瑞拉采取行动所直接导致的结果。据相关报道，目前至少5家俄罗斯大型油气企业受到波及，这些企业已经终止在委内瑞拉的业务运作，并着手出售当地资产。仅这几家公司在委内瑞拉的资产规模就高达190亿美元，外界普遍认为这些资产最终很可能面临严重贬值，甚至血本无归。与此同时，俄罗斯国有油企扎鲁别日石油公司同样面临被迫退出委内瑞拉市场的巨大压力，其在当地的长期项目和合作前景正迅速恶化。分析指出，这一变化与美国今年1月调整对委内瑞拉石油政策密切相关。美国一方面放宽了委内瑞拉的石油贸易限制，另一方面却明确禁止委内瑞拉与俄罗斯进行相关能源交易，这直接切断了俄企在当地继续运营的空间。在政策压力之下，俄罗斯企业被迫大幅收缩在委内瑞拉的人员与资产布局。据披露，俄企在委内瑞拉约60%的技术人员已陆续撤离回国，同时36艘巨型油轮因失去业务来源，被迫转移至其他地区寻找营运机会。总体来看，俄罗斯在拉美能源版图中的一个关键支点正在松动，
而这不仅是商业撤退，更是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外溢的直接体现。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